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矢量财经。最近币圈的行情可以用惨烈来形容，以太坊、比特币连续大跌，这就进一步坐实了币圈已经进入熊市的事实。最近处在风口浪尖的是币圈老二以太坊。首先是因为威神修改推特的名字，接下来又迎来了 STETH 的脱锚，两起事件夹杂在一起，让以太坊的瀑布来的简直不要太突然。那今天矢量君要来给大家科普的就是 STETH 脱锚这件事情。如果大家一直关注矢量君的视频，就会知道 STETH 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里再来简单的提一下，在前面介绍 Lido 的视频中，我们提到过，在 Lido 上质押 ETH 会获得等额的 STETH， 这个相当于就是质押凭证。虽然 STETH 并不是真正的 ETH， 但是它却可以和 ETH 一样去交易所或者一些借贷平台上正常的交易流动。以太坊 2.0 上线后，你可以将自己的 STETH 在 Lido 上面兑换成 ETH， 这样看的话 STETH 和 ETH 是可以等值交换的。但是在交易所上面 STETH 却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资产存在的，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会有什么算法去刚性1:1锚定 ETH， 它的价格变化会受到流动性及市场行情的影响。所以在开始解释为什么脱锚这件事情之前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个伪概念， STETH 的价格并没有和 ETH 刚性的锚定。知道了 STETH 脱锚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个伪概念之后，那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 STETH 和 ETH 的价格偏离会这么多。其实事情的起因还从 Socios 暴雷这件事情说起。6月6日，有人在推特上爆料，理财平台 Socios 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。Socios 选择以太坊 2.0 质押服务商 Stakehound 因为私钥丢失导致资产受损，这部分损失会影响到客户，而 Socios 通过这个平台质押了4万枚 ETH， 而且这个事情是1年前就发生的，这种密不发丧的行为引发了客户的恐慌。紧接着 Socios 被爆出目前只有 27% 的现货 ETH， 其他的都是 STETH。很多人怕 Socios 为了应对客户挤兑去 Curve 上抛售 STETH 换取 ETH， 老韭菜都知道大户抛售会导致 STETH 价格暴跌，所以很多用户就提前去 Curve 上面把自己的 STETH 换成了 ETH。随着兑换的人越来越多，客户上面原来1:1平衡的资金池就发生了倾斜， STETH 数量大增， ETH 的数量大跌。了解自动做市商原理的话都会知道，数量多的价格必然低，这也就是 STETH 为啥价格会跟 ETH 价格偏离的原因。最近看到很多人将这个事情跟 UST 的脱锚联系起来，其实两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。从原理上来讲， STETH 的脱锚也可以说价格偏离本来就是正常的，并没有任何算法或者机制说是 STETH 必须和 ETH 价格保持一致。作为一种衍生资产，它的价格也会随着流动性和市场情绪进行波动。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个 STETH 能不能兑换一个 ETH 就可以了。而 UST 的脱锚就不一样了，它是在设计上本来就有相应的规定， UST 价格不能偏离$1太大，如果偏离过于严重，整个项目就会直接陷入死亡螺旋，救都救不回来的那种。所以针对 STETH 价格偏离过大的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担心，项目的基本面没啥大的变化，只不过是因为短期利空引发了踩踏行情而已。当然风险并不是完全没有的，目前 STETH 占比最高的是 AAVE 借贷池，目前借贷池里有140万枚 STETH， 而这些资产大部分都是通过循环借贷的方式来运作的。如果 STETH 价格持续下跌的话，就会引发连续清算，进一步拉低 STETH 的价格，从而形成下降螺旋，这个还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，这块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。那好了，本期关于 STETH 脱锚的介绍就讲到这里，想要了解其他区块链项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对你有用，别忘记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哦。